嘿，大家伙早喽！2月3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在大阪城又见面了。今天是我第4个训练日，这脚面还是巨疼。这2天回去得泡一泡，抹抹药。但是这种疼就是刚起步的时候都跑不了，但是跑起来好一些。今天轻松跑。非常抱歉，昨天下午5点多，一位观众发评论和私信说，今天在大阪最后一天，今天早上能不能约？但是昨天那个时候我还在机场，可能刚到家，然后准备晚饭，收拾东西，收拾箱子，就没再处理消息。今天早上给回了一个，可能没戏了。おはよう。久しぶり、おはよ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ご苦労さん。またね。田中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现在6点57，我跟那位朋友说的是，我7点到7点05吧，在这儿转5分钟。你看这个卫生间就是周三早晨天特黑的时候，在这门口用借这个灯光给大家问早。行，那咱们就边等时间边回评论。有小伙伴说看了昨天的会员节目，说这一期的感觉特别像刚有微博的时候，有些朋友们在微博上碎碎念。我觉得您说的对，其实我是那个时代的人，我是那个时代的互联网人，所以很多东西改不了。现在有些东西会慢慢改变创作者和接收者，但是其实到什么时候，可能人们骨子里还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可能会在短期内被影响，或者是被变成了一个别的样子。所以以后平常的节目也是，我觉得跟大家聊聊天，有的时候讲讲故事挺好的。一个小伙伴说，现在的训练节奏是平时每次的跑步距离是12公里，然后时不时的呢会跑一次强度。他在问说，他现在的12公里是每次都不算慢，但是跟强度可比不行。他说的是希望了解是再慢一点，把平常的常规训练变成15公里，然后强度课再顶一顶，还是说维持现状？我给他的建议是前者，就是把每次加到15公里，可以稍微慢一点。因为基本上单次训练能超过10公里的小伙伴，就可以开始尝试继续增加了。这就引发了下一个问题，有小伙伴问这一次的 PB 和在这边这1年多的极化训练有没有关系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是这种训练吧，对5公里、10公里和半马帮助会比较大。对全马的帮助呢，可能它不是说对全马帮助不大，而是说任何训练方式对全马的影响都是要以年甚至2年、3年为单位才能看到变化的。而5公里、10公里、半马这种可能1年2年就能看到变化。但是我不认为极化训练适合所有人，因为如果不是前几年的基础，现在你让我极化训练，你让我跟上田中先生、本田先生他们的那个绝对速度，我也跟不上，我也咬不住那个牙。就是训练是说
就像我现在我跟你说，各位说脚背疼，轻微的挫伤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的训练帮助您，更好的建立自己的心态，更好的建立自己的精神。这时候你在赛场上，你最后拼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，好像还能拼，就还能顶住。否则的话，就总在，还是我那句话，你总在温室里不行。小伙伴问惊叹3 Turbo 和惊叹 Fly 号码一样吗？我的判断是一样的。虽然我平常不怎么穿 Fly 训练，但是我穿过。昨天的别府马拉松，大河原先生跑了2小时53，特别棒。而且昨天，日本的记录，就2种记录都被刷新了。半马跑进了1个小时之后，全马。青山学院的那位叫若林先生，应该是打破了去年平林青城的学生首马的记录，2小时06分07，太棒了，跑的。但是小伙也是有想法，就不去职业做这个，就毕业就退役。所以就是职业选手其实是很难的，后边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同样的内容。我们还有40秒，等到7点05再绕一圈，我就往家跑。后边2个问题都差不多，一位说的是刚开始跑步没多久，然后希望能这一年破3。另外一位小伙伴说的是因为生病感冒，然后还有什么流感和受伤，断断续续，去年停了一段时间，从半马128，现在感觉只能跑140了，但是没有完全停。我看他的描述，这2位是我觉得是目前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关于内容，关于人们喜欢的东西，关于环境对人的影响造成的，怎么说呢？现象。第一位小伙刚跑步没多久，他说他刚跑步1个多月就尝试了一个半马，男性，20多岁，跑2小时20多，就是不是说这个成绩慢。我给他的回复是：首先，不应该1个月就尝试半马。这就跟我就跑1个月就尝试全马，然后跑一会儿累了停下来把手表一停，跟那站一会儿歇一会儿再跑，这种其实没有意义。然后第1年就想破3的话，这个天赋做不到，因为他也不胖，挺瘦的。所以就说明通过这2点你就发现，其实我给他的回复还有一句话：虽然我们身边有好多大神，有好多出道就巅峰的大神，但是不能否认，这个是幸存者偏差和信息的，怎么说呢？信息的就各种这样的信息灌到你脑子里，给你造成的错觉。绝大多数人还都是普通人。普通人是什么呢？普通的成年男性开始跑步，绝大多数能跑进3小时啊，都是在3到5年。这是绝大多数，3年都说短了，就是还是要承认自己就是普通人。应该多看看那些真正高水平的运动员的采访，他们回忆他们出道的时候，人家说的是什么？人家说的是我去参加了一个我们县的比赛，我跑了一下就跑了第1，教练看上我了。那个时候你说别说县了，你们学校运动会的第1，可能对您来说都是根本就追不上的那个水平。那凭什么人家出道1年跑进3小时，你就能行呢？我就有时候这么跟自己说，我做很多决定，做很多尝试之前，我都把自己的预期，就对自己的预期降低，并不是说
让自己不努力，而是说清醒的看到差距，清醒的看到自己是怎么回事儿。所以我仍然建议初跑的小伙伴们不能心急，心急其实不解决问题，在马拉松这件事情上。就像有一位小伙伴问说，也是刚跑几个月，年轻，很年轻，5公里19， 10公里42，半马呢还跑不进140，目标是想跑进140，今年春天。问我是不是要增加强度训练，多跑间歇等等。我跟他说的是，我说您现在通过您的成绩可以明显看出是耐力的问题。哦，对，他问的是要不要多跑阈值，我是这么回复的，我说在把10公里跑进40分钟之前，什么变化都不用做，就跑就是了。因为5公里跑到19分多，10公里是可以跑进40的。如果10公里就掉了3分钟，那半马就得掉13分钟，甚至23分钟，全马可能就得掉半个小时到40分钟。那这些不是靠，就这些东西不是靠一个课表就能在一个春天或者一个夏天解决的。有的时候课表不重要，完成课表才重要。关键是说，大多数人想完成的那个东西都是在自己的舒适区里的，不管是跑量还是强度上，都要试一试，慢慢的突破自己。但是又不能太追求那个，就我得是那种天赋异禀的人，并不是的。就我们都是普通人，很普通的人。行吧，准备的都回完了。我今天跑了9公里了，往家跑了。2月3号星期一清晨，今天不说训练结束了，晨跑结束，12公里轻松跑，平均配速4分55，心率138，7点半不到。回来第一天有点累，昨天你说飞机是挺快的，飞行时间就不到3个小时，但是其实你这种也是朝发夕至的，早上起来就得去机场，然后这边出倒是挺快的，但是也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家。机场现在都离市区比较远，所以好多去东京玩的小伙伴们，我老说能飞羽田就别飞成田，太远了，是不是？今天跟大家回评论，咱们频道不出意外都是第4个训练日回评论，但是有的时候会赶上比赛啊，赶上特殊情况，这一年确实比去年忙一些，有的时候这个规律就被打破的时候多一些，大家多多包涵。今天没有见到那位朋友也是多多包涵。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聊的，尽量的呢发评论或者发弹幕。发评论的话，大多数时候我文字可能会回您，然后我主要评论弹幕我会一遍一遍的看，有的时候，然后就会总结下来，在节目里跟大家聊。如果发私信呢，可能我点开一次以后，如果当时正在忙或者怎么样的话，它就没有那提醒就没有了，大家见谅。另外呢，如果您是频道的会员，您不要忘了用您那个每月，如果是新的会员每月1次，如果是以前老的会员就是每月3次的专门的提问的通道。那样的话，我基本上最迟不会超过3天，会很认真的回复。这次超过3天了，是因为春节在北京这几天都乱了。因为家属说，我说，哎呀，叫什么？不饱也不饿，然后那个不困也不醒，就等于说平常太规律了，所以今年还是要突破一下。今年的突破就是我要多参赛，这几天就在开始物色比赛了。行，那这么着不跟大家多说了，明天是我的休息日，后天是周3，是合练的日子，我还没看什么课表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看帽子不错吧？咱们下回再见。